朗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，表面上看就是特朗普松口，解除了部分对伊朗的制裁，一场打了大半年的美伊冲突暂时熄火。但透过表象看本质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大国宽容，这是超级大国最狼狈、最无奈、最打肿脸充胖子战略性认输。而且我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，这一战的结局是美国立国以来最打脸、最颠覆霸权根基的一次溃败，比越战憋屈，比阿富汗狼狈，比伊拉克战争尴尬100倍。普通人看这场博弈，只看懂了美国停手、制裁松动，但真正懂地缘政治、大国博弈的人，已经看到了全球权力洗牌的终极伏笔。本期视频咱们拆解这场看似平局，实则美国全盘崩盘、中东彻底变天的世纪博弈。看懂了你就明白，为什么说从这一刻起，美国的中东霸权再也救不回来。我是白饭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友记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过去30年的美国在中东到底有多嚣张？毫不夸张地说，就是横行无忌、予取予求，堪称中东地界的土皇帝。从海湾战争横扫伊拉克，到阿富汗战争颠覆政权，再到定点清除各路武装头目，美军的战斧导弹就是中东的秩序准绳，想推翻谁就推翻谁，想制裁谁就制裁谁，想拿捏哪个小国就拿捏哪个小国。萨达姆、塔利班、巴格达迪，一个个强势人物，要么被推翻下台，要么被定点清除，下场凄惨。曾经的中东诸国，不管是土豪王爷国，还是世俗政权，全都对美国俯首帖耳。那时候的美国在中东没有对手，没有悬念，没有博弈，导弹所指，政权颤抖；美军所到，秩序重构。这就是妥妥的无敌霸权，无敌滤镜，稳稳压了全球30年。按照普通人的惯性思维强者打弱者就是降维打击，碾压是胜利。美国呢，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，军事、经济、科技全方位碾压伊朗。打伊朗本该是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，轻轻松松完成的战略目标。就连开战之初美国自己都狂妄到极致，公开立下4大终极目标：第一，彻底摧毁伊朗海军力量；第二，铲除伊朗所有的域外支持的武装组织；第三，锁死伊朗核发展之路；第四，直接颠覆伊朗现政权。4个目标字字诛心，摆明了就是要彻底抹除伊朗的地区影响力，让伊朗彻底沦为任人拿捏的弱国。当时全球几乎所有智库、媒体都一致看衰伊朗，认为伊朗撑不过3个月，必然溃败投降。结果呢，现实给了美国一记响彻全球的超级逼斗。打了2个多月，足足100余天高强度对峙，美国砸进去上千亿美金的军费，耗损大量武器装备，士兵死伤数百，耗费巨资搭建的军事部署全面僵持。原本计划的闪电战，硬的打成了消耗战、泥潭战、耻辱战。反观被全世界看衰的伊朗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开战前，伊朗被数十年层层制裁，经济萎靡，外汇枯竭，民生艰难，被西方媒体抹黑成即将崩溃的失败国家。开战之后呢，没有全面崩盘，没有政权动荡，没有妥协投降，反而越打越稳，越打越强。国内民心空前凝聚，政权根基坚如磐石。更关键的是，伊朗牢牢攥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东命脉咽喉。这是个啥概念？相当于别人上门打你，花光家底儿，损兵折将，最后不仅没打赢你，还被你死死的捏住了喉咙，被迫的乖乖妥协让步。咱们回头复盘美国的4大终极目标，堪称全军覆没，全盘落空。摧毁伊朗海军，伊朗海上力量完好无损，依旧掌控海峡主动权；铲除域外武装，伊朗支持的中东武装遍地开花，活跃度不降反升；锁死核发展，伊朗核研发节奏稳步推进，丝毫不受战局影响；颠覆伊朗政权，伊朗政府比开战前更稳，更得民心。古人讲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，这场博弈里美国看似主动开战，手握强权，实则全程被伊朗牵着鼻子走。伊朗完美运用《孙子兵法》避实就虚，以逸待劳的谋略，不跟美军正面硬刚决战，专打美军软肋，耗美军国力，拖美军耐性。美国空有一身蛮力，全权打在棉花上，有劲没处使，有火没处发，越打越亏，越耗越慌。打到最后国内经济承压，
民众反战，盟友动摇，国际口碑崩盘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能放下超级大国的傲慢，主动低头妥协，解除部分制裁，松开封锁枷锁。很多人看不懂关键点，制裁解除从来不是美国的恩赐，而是伊朗实战打出的尊严。过去几十年，伊朗不是没有妥协过，不是没有让步过，一次次退让，一次次示弱，换来的从来不是宽容，而是变本加厉的制裁，层层加码的封锁，没完没了的打压。那时候的伊朗懂忍让，懂退让，却不懂博弈，所以处处被动，处处受限。这回的伊朗彻底悟了，以柔克刚，以战止战，你越强我越稳，你越狠我越韧，你想速推我就跟你耗到底，亲兵守塔。最终用铁血实战告诉全世界，强权可以嚣张一时，但永远压不倒坚韧的底线；蛮力可以碾压弱者，但永远战胜不了博弈的规律。这一战直接撕碎了美军30年不败的神话，扯下了美国霸权最后的遮羞布。如果只是美国单打独斗翻车，顶多算一场军事失利，算不上格局大变。但最精彩、最讽刺、最让美国破防的是中东王爷国集体叛逃，格局彻底洗牌。大家想想，过去几十年，沙特、阿联酋、科威特、巴林这些中东土豪国家有多依赖美国，堪称把国家安全、国防命脉全盘压注在美国身上。战机买美式的，防空系统装美式的，军队指挥体系用美式的，情报系统靠美式的。这些国家每年花费上千亿美金，买的根本不是武器，买的是美国的保护伞，美国的安全承诺，美国的霸权庇佑。他们笃定只要抱紧美国大腿，就能高枕无忧，稳坐钓鱼台，没人敢招惹，没人敢打击。结果这场美伊冲突直接把美国的遮羞布撕了个干干净净。伊朗的导弹、无人机精准砸向美军基地，砸向海湾油田，砸向国际油轮，炮火就在美军眼皮底下肆虐，威胁就在美国保护伞核心区爆发。而号称全球最强、中东无敌的美军，全程束手无策，无力拦截，无法护场。这一刻，所有中东王爷瞬间人间清醒。原来我们花重金供养的保护伞，根本不是铜墙铁壁、纸壳遮阳棚。所谓的美国安全承诺，关键时刻一文不值；所谓的美式顶尖装备，面临实战不堪一击；所谓的美国霸权庇佑，只是自欺欺人的幻觉。古人云：“识人不审，必受其累；以人不定，必遭其殃。”中东土豪们活了大半辈子，终于看清了最朴素的真理：靠人者危，靠己者安。依附强权，终被强权抛弃。于是一场轰轰烈烈打脸美国的中东叛逃潮正式拉开序幕，动作快到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第一个，科威特直接绕过美国，无视所有的西方压力，悄悄跟巴基斯坦签署深度防务合作协议。大家要清楚，巴基斯坦主力装备清一色中式体系，这意味着科威特的国防安全正式开启向东靠拢模式，彻底摆脱美国单一绑定。第二个，沙特堪称最懂博弈的中东玩家，一边假意配合美国洽谈 F-35战机采购，稳住美国的情绪，不撕破脸皮；一边悄悄大手笔采购中国隐身无人机、防空装备，悄悄搭建自主、安全、靠谱的全新国防体系。左手敷衍美国，右手布局未来，把博弈智慧玩到了极致。第三个，巴林堪称最硬核的打脸，直接在美国第5舰队大本营眼皮子底下公开部署中国 FK2000 防空系统。这是个啥概念？相当于在美国家门口美军核心驻地告诉全世界，我不信美国，我认准中式装备、中式安全体系。这一波操作不是简单的武器采购，不是普通的贸易合作，这是中东地缘格局的历史性倒戈。过去几十年，美国靠武器垄断、安全绑定、军事驻军，牢牢锁死中东格局，把控全球石油命脉，收割全世界红利。但现在中东国家彻底觉悟，美式武器好看不中用，美国靠山嚣张不可靠。一旦战争风险来临，美国护不住盟友，挡不住打击，守不住和平。既然靠山靠不住，那就必须换赛道、换阵营、换体系。这也直接为中国军工出海打开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增量通道。未来的中东军工市场再也不是美国一家独大、肆意收割的地盘，中式高性价比、高可靠性、无政治捆绑的装备将彻底主导中东防务新格局。
说完美国的狼狈，中东的变局，咱们再重点聊聊最大的赢家，涅槃重生的伊朗。用一句中国老话总结伊朗的逆袭：潜龙在渊，蓄势待时，厚积薄发，一鸣惊人。曾经的伊朗隐忍退让，委曲求全，换来的是制裁层层加码，经济步步崩塌，国际空间越来越窄。那时候的伊朗就像深渊里蛰伏的潜龙，被枷锁缠身，被迷雾笼罩，看似毫无翻身之力。但伊朗读懂了真正的生存之道：弱而不让，困而不随，忍而不废，不盲目硬碰硬，不冲动赌国运，而是默默蓄力，打磨战力，坚守底线，等待破局的时机。这一次的美伊博弈就是伊朗等待多年的破局之机。靠着实打实的战场硬实力、超强的战略韧性、精准的博弈布局，伊朗硬硬的把失去的一切全部亲手赢了回来。如今美国不仅解除了伊朗部分制裁，放开海上封锁，还豁免了伊朗石油出口限制。按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专家预判，未来1到2个月，伊朗石油日出口量将快速升回到100万至130万桶。石油是什么？是伊朗的经济血液，复兴根基。石油出口的回暖，海量外汇回流，伊朗低迷多年的经济将快速回血，满血复苏。经济稳住之后，伊朗将拥有充足的资金，迭代导弹、无人机研发，升级国防体系，扩大军备产能，全面提升区域硬实力。曾经被制裁压得喘不过气儿，在夹缝之中求生的弱势国家，如今彻底翻身，蜕变成经实战检验、有硬核战力、有战略话语权的中东顶级强权。就连常年强势压制中东的以色列，未来也将直面一个更成熟、更强大、更有实战经验的伊朗。中东区域的力量平衡彻底被颠覆，旧秩序全面崩塌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世道轮回，从无例外。美国的中东无敌神话彻底破灭，美国的单边霸权体系彻底松动，美国掌控世界的旧格局彻底瓦解。中东的天真的变了。未来的中东不再是美军纵横无敌、肆意收割的赛场，而是群雄制衡、自主觉醒、向东融合的全新热土。未来的世界不再是一超独霸、强权至上的格局，而是多元共生、任者为王、正道致远的全新时代。我是白放大招，点赞观点下。